就在全球都在关注中东冲突、无人机战争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国务院悄然发布了一则重磅军售通告。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向新加坡出售最多67枚地狱火导弹，连同零件供应、维修、技术与后勤支援，以及干扰弹等配套设备。这项军售的总价值接近2900万新元。如果只是单看这一笔采购，在动辄100亿的国际军贸市场里，2000多万新元也许并不算特别起眼。但如果把视线稍微拉长，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就会浮出水面。你会发现，这已经是美国今年连续第3次批准对新加坡的重要军售了。就在今年1月，新加坡获准采购总值约 23.16 亿美元的 P-8A 海上巡逻机、鱼雷及相关装备，直接成为了东南亚第一个拥有这款世界顶级海巡机的国家。随后，美国又批准了升级新加坡现役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海马斯火箭炮。如今，又轮到了地狱火导弹的追加采购。这一连串的动作，不禁让人产生巨大的好奇。为什么美国越来越愿意把这些涉及核心战术能力的先进装备，毫无保留地卖给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国？美国国务院在公告里，甚至毫不吝啬地用了2个极其耐人寻味的词汇来形容新加坡。他们称新加坡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更是维护亚洲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人口只有600多万的城市国家，凭什么能够获得超级大国如此高的评价？今天，我们就从这3次连续的军售开始，带大家看懂新加坡真正领先东南亚的，绝对不只是经济。很多人在看到地狱火导弹的新闻时，往往只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上，比如总数增至67枚，其中包含了24枚追加采购，型号是 AGM-114R 型等等。但对于熟悉国际防务和地缘政治的人来说，真正值得细品的，从来都不是武器的数量，而是美国连续批准这3个字背后所传递的深意。我们不妨快速梳理一下这3笔军售的含金量。第一笔是 P-8A 海上巡逻机，这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海上反潜、侦察和监视平台，能在广阔的大洋上织起一张密不透风的情报网。新加坡抢下了东南亚的首发权。第二笔是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升级，这让新加坡的地面远程火力投送能力保持在世界第一梯队。第三笔则是这次的地狱火导弹，它采用的是多用途弹头，既能打击装甲目标、防空系统，也能精准摧毁巡逻艇的引擎舱。如果把这3项采购孤立地来看，它们似乎只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常规的装备更新与库存储备。新加坡国防部也表示，采购是为了满足日常训练和作战需要，兼顾成本效益。可一旦把它们连成一条线，你就会猛然发现，美国批准出售的根本不是单一的武器，而是在用最快速度帮助新加坡完善一整套陆海空全方位的现代化作战体系。这种级别的全链条支持背后释放出的信号极其强烈，那就是美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军事互信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持续深化。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美国卖武器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只要给够了钱，谁都能买。但现实恰恰相反，在国际军贸的丛林法则中，武器越先进，美国的审批门槛就拉得越高，条件也越苛刻。很多时候，钱包的厚度并不能决定结果，真正决定你能否拿到顶配装备的，是信任这2个字。美国通常会重点考量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是否长期稳定；第二，技术是否可能外流；第三，军队是否专业规范；第四，双方是否拥有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而新加坡几乎全部符合。几十年来，新加坡一直保持稳定的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同时与美国维持长期防务合作。双方不仅有联合军演，还有长期训练合作。新加坡空军长期赴美国训练，陆军也定期参加驻刀等大型实兵演习。这意味着，
美国不仅出售装备，更了解新加坡如何使用这些装备。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国务院在公告中明确表示，加强新加坡防务能力，有助于实现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这句话的含义其实非常深，说明在美国眼中，新加坡并不仅仅是客户，更是值得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先进武器可以买，但战略互信是几十年积累出来的。看完这3笔军售，我们还要看懂另外一件事，新加坡买这些武器，绝不是为了盲目攀比，真正花心思打造的，是一整套领先时代的现代化精兵体系。我们来看几个装备之间的关系。P-8A 负责海上巡逻、反潜和远距离侦察，无人机负责持续监视目标。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负责近距离精准打击，地狱火导弹则是阿帕奇最重要的空对地武器。HIMARS 则承担远程火力压制任务。这些装备看似彼此独立，实际上，它们通过数据链、指挥系统和情报网络连接在一起。未来战场比拼的不再是谁的导弹更多，而是谁能更快发现目标，更快共享信息，更快完成打击。因此，新加坡的发展思路一直都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追求体系。新加坡国防部多次强调，军购决策以长远战略需求出发，确保既符合国防和战备需要，也兼顾成本效益。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也曾明确指出，新加坡是本区域最小的国家，国防上的每一元开支都必须发挥最大的效益。对于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国来说，每一件装备都必须发挥最大效率。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长期坚持建设精兵体系，兵力未必最多，但信息化程度必须最高，反应速度必须最快，联合作战能力必须最强。这正是现代小国最现实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多国际企业愿意把亚洲总部放在新加坡？为什么全球资本不断流向新加坡？很多人只会想到金融，但其实安全本身就是竞争力。没有安全，就没有投资；没有稳定，就没有长期发展。而稳定也不是凭空出现，它需要长期投入，需要现代化国防，需要国际信誉，更需要长期建立起来的战略互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林浩泽就指出，在当前全球越来越分裂的环境下，军事合作必须建立在高度互信基础之上。美国连续批准军售，本身就是这种互信最直接的体现。对于新加坡而言，这些装备不仅提升了国防能力，也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新加坡稳定、安全、可靠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有钱的国家都可以买到武器，这并不稀奇，但真正难买的其实是信任。美国连续批准先进军售，说明美国相信新加坡不仅有能力使用这些装备，也有能力妥善管理这些装备。而新加坡打造的也不仅是一支现代化军队，更是一整套建立在国际信誉、科技实力、专业军队和长期战略合作基础上的国家安全体系。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拼的不只是经济总量，也不仅是武器数量，更重要的是，当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时，有多少国家愿意与你合作，又有多少伙伴愿意把最重要的信任交给你？这或许才是美国1年3次批准军售背后最值得关注的真正答案。说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屏幕前的你，在你看来，一个小国要想在国际上获得大国信任，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地理位置？是经济实力？还是长期积累的信誉和专业能力？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